那天夜幕降临后，熄灯前的那一刻，丈夫在床上轻声对我说：“亲爱的，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把家里的猫咪送给别人，看看有没有好心人愿意领养它？”我嘴角勾起一丝冷笑，谁会领养这么大的一只老猫？你直接说它去流浪不就好了，何必这么拐弯抹角？丈夫见我态度坚决，无奈地叹了口气，关了灯说：“我也不是真心想送走它，只是为了我们未出生的孩子着想，万一猫咪不小心伤到孩子怎么办？”我从床上迅速坐起，怒气冲冲地说：“许先生，当初你追求我时，可是天天给我的猫买零食，现在怎么就这么快变脸了？我告诉你，我的猫就像我的命一样重要，谁也别想送走它。”说着，我穿上了拖鞋，准备离开房间。一开门，却看见婆婆在我门口偷偷摸摸的，在门口偷听，很有意思吗？我冷冷地问。婆婆翻了翻眼，撇了撇嘴，却什么也没说。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第二天下班回家的路上，我心里还想着昨晚的不快。一进门，我就看见猫咪被关在了一个狭小的笼子里。我迅速放下手中的东西，冲过去打开了笼子，同时我闻到了一股刺鼻的劣质香水味。婆婆在一边看电视，看我打开了笼子，她开口道：“哎呀，你看这猫上蹿下跳的，把我房间弄得乱七八糟。”我只能先把它关起来。我抚摸着受到惊吓的猫咪，质问道：“我的猫从来不会去你房间，它到底弄坏了你什么？你告诉我，我赔你就是。”婆婆看我动怒，马上找了个借口：“啊，那个，我炖的排骨好像快烧焦了，我去看看。”说完，她匆匆走进了厨房。晚饭时，婆婆又旧事重提。我说呀，你这个猫真不能养了，就一个土猫，又不值钱。我跟我兄弟媳妇今天打电话，他家那猫是什么品种猫啊？叫什么金渐层，几千块钱买的，怀了孕还不是送走了。没等他说完，我把筷子往地下重重一扔。我说不能送就不能送，谁他妈再在我面前提扔猫的事情试试。他从盘子里夹了一只大虾放在他儿子碗里，又把我面前的红烧肉跟他儿子面前的炒青菜换了下位置，才假惺惺地说道：“别动气，别动气，别把孩子吓着了。你看看你这啥急？我不着急的话，今晚你们就能把猫送走。”但我婆婆又开始在我爸妈那做功夫。第二天周六一大早，想睡个懒觉的我被我妈打过来的视频电话生生吵醒了。“妈，你干嘛呀？大早上的！”我没好气地抱怨道。“倩倩啊，你家里养的那个猫叫花花对不对啦？你要不还是放到妈妈这里养好了，放妈妈这里，这样你不会被细菌影响到你肚子里的宝宝吗？”我爸也从视频里冒出头来。“对呀，倩倩，我听说呀，猫的大便里面有那个弓形虫，孕妇感染的话，孩子的脑子都要坏掉的。”我把手机镜头朝下，闭着眼睛，无奈地抱怨道：“爸妈，你们听谁说的呀？我又不吃猫屎。再说，我怀孕之前就带花花去做了弓形虫检测，根本没有感染。你不要在网上听风就是雨的好吗？”说完，我就把电话挂了。我的猫咪陪伴了我从高中到大学到工作结婚的全部生命。我看着它从一个幼猫渐渐长大，它已经是我的家人了。我绝不可能因为这些虚妄的指责将它送走。但我没想到，我婆婆居然趁我出差偷偷把猫咪扔掉了。公司业务拓展需要外出培训1周，我把家里的猫粮加得满满的，
准备好猫咪喝的水、猫砂。临走前跟我老公交代好一切，就出发了。家里客厅装了一台高清摄像头，我每天用手机就能看见家里猫咪的动态。那天一整天的会议结束，我回到酒店躺下，准备打开监控摄像头看我的花花宝贝。结果在监控里喊了半天都没有猫咪的影子。这个摄像头带有语音互动功能，平常只要我一喊猫咪的名字花花，它就会跑到客厅，对着摄像头叫几声回应我。而今天我喊了许久都没有听见猫咪的声音，我赶紧给我老公打去电话：许强，咪咪在家吧？怎么我在摄像头里喊了半天都不出来？你去看一眼他在哪？老公支支吾吾的答应着我。我看见我老公从卧室打开门，脚步徘徊在卧室门口，一直不动。你站在卧室门口干嘛呢？拍个照片给我看看，咪咪是不是在监控死角里呢？你去各处找一找。我老公犹豫了半天，说道：猫送人了。我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大叫道：我不是说不许送吗？谁让你们送的？是不是你妈？靠！你们给我等着！我把酒店里的东西一通收拾，跟领导请了假，买了第二天早上最早的飞机，赶了回去家里。婆婆正和隔壁王二媳妇和王二妈妈嗑着瓜子聊着天。婆婆没想到我会提前回来，看见我拉着行李箱进来，尴尬地放下瓜子。还没等她说话，我一个箭步冲了上去，把他们面前的瓜子往我婆婆脸上一泼。你个老不死的，你把我的猫送哪了？那旁边的王二妈妈看我这样，迈着老脸说道：闺女，你这是干嘛？她是你婆婆吗？有你这样？滚！我把桌上他们偷用我杯子喝茶的玻璃茶杯也摔在他们面前。那两人看我这样，也识趣的小跑着出了门，边走还边在嘴里咕着：这媳妇真厉害，乖乖不得了啊！为了一个畜生跟家里人，我走过去，把大门重重一摔，朝门外骂了一声：滚快点！我转过身，死死瞪着我婆婆，问道：你把我的猫送哪了？她又摆出一副被人欺负的样子，半天挤出几个字：就扔孩子强子他乡下爷爷家去了，死不了。他看我气得上头，又补充道：乡下多好，家里有大院子，他也每天给他倒点米饭，饿了抓点老鼠吃。我气得肋骨生疼，骂道：花花是我从小家养的猫，人工驯化了这么久，早就没有捕猎能力了，在乡下根本活不了，我要去把它接回来。所幸许强爷爷家的村子离我们这不远，我开了1个多小时的车到他爷爷家，把猫咪接了回来。回来时，老公已经下班了。我刚抱着猫咪打开入户门，就注意到婆婆看我的眼神带着得意。沙发上，我泼向她的瓜子还散落一片。从我出门接猫回来，足足有半天的时间。半天他都没有收拾，肯定是留着跟他儿子告状。果然，我刚换完鞋，老公就走了过来，语气不太好地说道：我妈不也是为了你着想才把猫送走的吗？你至于指着鼻子骂我妈，还把瓜子扣在她头上吗？果不其然，她又添油加醋了。我给猫把猫粮碗倒满，站起身来，缓缓说道：她活该。我老公见状，走过来，硬拽着我胳膊说道：你给我妈道歉，你这次真的过分了，你去道歉。我笑道：她活该，我凭什么道歉？不尊重别人的人，永远不配获得别人的尊重。我老公还拽着我胳膊不松开，我用力一甩，骂道：别烦我了，大不了离婚。许强听我说这个，把手松开，不再吭声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许强毕业后在一家国企一待就是5年，由于效益不断下降，
工资一降再降，而我在公司已经做到了中层的位置，年终绩效也是年年都能拿到最高档次。可以说，家里的房贷和大部分开销都是我在出。要是离婚，以他1个月的工资，不仅还不上房贷，怕是连养活自己都困难。我抱着吃饱的猫咪回到卧室床上，我的猫最喜欢在我脚边睡觉。这么多年，我早就习惯了身边有一个毛茸茸的小东西。有时候半夜醒来，我用脚触摸不到毛茸茸的一团，还会失眠。可他们却3番5次的要把我的猫咪送走，而且是在我怀孕、情绪敏感、身体不适的情况下。我带着一肚子气和委屈入睡。第2天上班，我正在给新来的实习生介绍公司架构和业务，突然感觉眼前一片漆黑，腿脚无力支撑。我用力扶着手边的椅子，最后还是晕倒了下去。等我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的床上了，身边围着的除了医生，还有我爸妈、婆婆和老公。看我醒来，婆婆第一个张口了：“哎呦，终于醒了，你这是怎么搞的？我大孙子在肚子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还没等我说完，我老公又说道：“医生说孩子有先兆流产的迹象，需要做保胎治疗，你可一定要小心肚子里的孩子。”我爸妈也在旁边点头应和。听到这，我突然笑了，都在指责我没有保护好孩子，没有一个人关心我为什么晕倒。难道我只是一个生孩子的工具吗？我冷笑一声道：“最近有些人3番5次惹我生气，还有脸在这说这些。”我老公看我脸色不太对，假笑道：“哎呀，老婆，你怎么在这说这些？为了孩子，我们肯定不会惹你生气的呀。”我把头转向一边，看着窗外对他们道：“我想安静地睡会觉，你们都回去吧。有人在这里，我心情不好，影响保胎。”等他们都走了，我按了一下床前的呼叫按钮。护士，我想找赵文医生。赵文医生是我多年的好朋友，在这家是3甲医院做妇产科医生。我想把他叫过来，问下我的具体情况。我刚才听我家人说，我有先兆流产的迹象，需要做保胎治疗。我想知道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赵文心疼地看着我，犹豫了一会，说道：“我跟你说，你别动气，你这孩子，说起来也是因为你最近情绪波动过大，经常动怒郁结于心。跟你说实话吧，你这个孩子保住的概率只有1%，这个概率实在太低了。但你家人刚才来我们主任办公室大闹了一场，无论如何都要让我们保住你肚子里的孩子。我们主任没有办法，给你开了一堆保胎针、保胎药，说是让你在这多住一段时间，他们才罢休。即使有1%的概率保住了孩子，你的身体肯定也会大伤元气。不说别的，你的肾功能基本上就废了。听完赵文医生的话，我内心开始纠结起来。毕竟孩子已经在我肚子里3个月了，我对这个宝宝还是有怜悯和不舍。这时，我的手机突然给我推送了一条消息，我打开，是我安装的监控视频给我推送的监控画面异常。点进监控视频，我居然看见我婆婆和我老公在屋子里四处追着我的猫，屋里乱成一团。追了一会，他们用麻袋套住了我的猫，然后直直地从阳台扔了下去。我们家住在4楼，这样扔下去，猫非死也伤。我在医院里躺着，你们想到的却是如何折磨、扔掉、杀死我的猫，唯有自渡。我下定了决心，说道：“我要打胎。”赵文看着我眼里的坚定，说道：“我给你安排手术。”手术结束，我恢复得很快。周6一大早，我就办理了出院手续。出院时，
我在门口买了一个假的婴儿胚胎模型，到家时，婆婆和老公还在呼呼大睡。我把婆婆卧室门推开，轻轻一甩手，将这个胚胎扔在我婆婆的枕头上，说道：“不是担心我的猫会影响我肚子里的宝宝吗？放心吧，这下不影响了。”她睡眼惺忪地揉了揉自己的脸，看到我扔过去的假胚胎模型，吓得尖叫了起来。许强也被这动静吵醒，他从床上冲了过来，看着我仍在床上的胚胎和婆婆脸上的惊恐，没好气地说道：“这是什么呀，方倩，你是疯了吗？大早上在这里闹腾。”我平淡地看着张牙舞爪的两人，说道：“孩子我已经打掉了，以后再也不用担心我的猫会带来不好的影响了，开心不？另外，我已经决定要和你离婚了，以后你不是我老公，你也不是我婆婆。如果你们再敢侵犯我的私人财产，那就别怪我用法律手段来解决。”婆婆，不对，准确的说是前婆婆这才反应过来，我已经把她肚子里的大宝贝打掉了。她扑向我的肚子，摸了摸，确认我肚子里已经没了孩子，坐在地上就开始嚎大哭。我苦命的大孙子啊，你妈好狠心啊，好好的一个孩子啊，天杀的呀，造孽！我冷笑着拿出赵文给我开的诊断说明，扔到他们面前。一开始医生就已经诊断出我的孩子已经保不住了，你们还在那里大闹，让医生给我开各种保胎药、保胎针，活活把我当作生育机器，不把我的生命当命是吗？你们跟我谈狠心！我老公看我已经知道了真相，忙来拉住我的胳膊劝道：“哎，算了，咱们好好过我们的生活，这个孩子走了是没缘分，以后咱们时间还长着呢。”我把他的手一甩，冷笑道：“以后？笑话，我和你没有以后了。”说完，我就回卧室拿出我的行李箱，把我的物品全部装了起来。我已经租好了一间离公司更近的市中心房子，准备把东西搬过去，开始一个人的生活。临走前，我对许强说道：“给你1周的时间，什么时候想好了就去离婚，1周后不见，那就直接起诉离婚。”我将东西放到新家简单放置一下，就找了一个专业的寻猫公司，把我的花花照片、视频等资料发了过去，让他们在我原来居住的小区好好寻找一下。对面不愧是专业公司，不出3天，居然真的帮我找到了我的花花。也许是老天眷顾，我的花花竟然幸运地活了下来。彼时，它正在小区花园里流浪，饿得瘦骨响，因为从4楼扔了下去，后腿被摔断了一只，一瘸一拐的，跟其他流浪猫抢食也没有优势。我将找回来的花花送到宠物医院精心的治疗，不久就恢复了。在我预料之中，1周的时间，许强都没有同意和我去离婚，他想方设法找到我，想跟我复合。我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都拉黑，他又去找了我的好朋友打听我新租的房子位置，也被我朋友拒绝了。我已经将这家人的嘴脸跟朋友们说得一清二楚。我知道许强这个人虽然窝窝囊囊，但是对于利益分析得很是清楚。他知道我跟他离婚之后，我完全有能力养活自己，而他连房贷都还不起，更别说养活他那个只会打麻将嗑瓜子的老妈了。确实，一开始跟他结婚有我恋爱脑的成分，但经历了扔猫、保胎等一系列事情之后，我完全清醒了。许强就是一个吸着女人的血的废物。我这辈子在学业、事业上都没有遇过什么坎，从名牌大学毕业后进了这家互联网头部企业，一路升职加薪。我人生的唯一败笔就是遇见了这对母子。既然你不肯协议离婚，那就只能起诉了。这天晚上加班到很晚，
去茶水间冲泡咖啡时，我像往常一样打开监控看我出租屋里的猫猫。突然我心下好奇，随手点开了装在许强家里的监控。那个监控跟我现在装在家里的是一个牌子，所以都在同一个软件上。结果刚点进去，就看见许强带着一个披着大波浪、穿着一身黑色紧身长裙的女人回家。两人一进门就将全身紧紧贴合在一起拥吻起来，然后直接在家里的沙发上颠鸾倒凤。我把画面放大了，看了看这个女人，居然是我们楼下街边那个开面食店的老板娘。我记得那个老板娘跟前夫离婚之后，带着一男一女2个孩子。我看她生活的艰难，想着多照顾她点生意，便经常带着老公去她家点餐吃饭。没想到啊，我老公照顾她，照顾到床上去了。这才搬出去1周多的时间，两人竟然就已经搞到家里来了。看来早在我搬家之前，两人应该就已经有一腿了。我把视频画面截图加录屏，本来还愁起诉离婚没有什么证据，现在给我送上门来了。我把离婚协议打好，用同事的电话和许强约在了一家咖啡店。他看我主动约了他，还以为我想跟他复合，笑嘻嘻地说道：“怎么了？想通了？咱别闹了，媳妇。”我忍住心里的干呕没吐出来，把手机里录下的他和面馆老板娘交欢的视频播放给他。对面的脸瞬时拉得老长，严声道：“你什么意思？”我从包里掏出拟好的离婚协议，说道：“你看下吧，赶紧签了。你威胁我。”对面的男人的脸很是难看。早点签也是为你好，要是闹得不好看，让你同事看到这个视频就不好了。我知道他在单位里一直立着爱妻人设，朋友圈背景到现在还是用着我们的结婚照。国企里面八卦传得最快，要是被同事发现了，他这种要面子的人确实没脸。况且这些年在里面待着温水煮青蛙，早就没有了重新换行业的能力。家里的房子我不要了，我嫌恶心，首付款折现给我，车子、现金等流动资产全部都由我带走。我把手机里的视频又从头到尾播放了一遍，真羡慕啊，失去了一个孩子，现在直接有一男一女2个孩子了，真不错呀。对面还在那里僵持，突然看见我前婆婆突然推开咖啡店的玻璃门，朝我们冲了过来。原来自从她知道许强今天出门见我，就一路跟着他，看到他儿子从一开始兴致高涨到后面阴着个脸，又望见我把一本什么协议推到他儿子面前，生怕自己儿子吃亏，所以没忍住直接冲了进来。儿子，你别听这个女人在这里骗你，这协议我们不能签，肯定占你便宜。又对着我一通骂道：“你这个心机女，算计我儿子！我儿子这么单纯，你想算计我儿子的钱财，我告诉你，门都没几有。”奶茶店周围的人听见吵嚷声，都朝我这边看过来，太丢脸了，跟这种人站在一起。我拿起桌上的离婚协议，拎起背包，准备起身就走。身后这个泼妇在店里还在朝我的方向骂骂咧咧，不要脸的女人，想威胁我儿子。呵，我突然改变了主意，既然你想闹，那我就陪你闹。我停下来向外走的步伐，打开手机里他儿子的出轨视频，转过身来放大声音播放：“你儿子出轨楼下面馆2婚老板娘，把女人带到我们家里搞，谁能牛过你们？”我又切换到他们将我的猫咪扔到楼下的视频，怀孕期间把我养了10几年的猫扔下楼，这就是你们说的单纯吗？我看着周围各路吃瓜群众在那里疯狂的拍照、
录像，继续大声说道：“你们母子，一个从楼上扔猫，一个把女人带回家里搞，真不愧是亲生母子。”果然，第二天就在短视频热搜上看见了昨天的现场。我特意给一条前因后果讲得最清楚的视频买了上热门，底下的评论也都是在骂这对母子。养猫人第一个骂死这两人，把猫直接从楼上扔下去，太恶毒了。孕期出轨，狗男人，这种男人就应该进猪笼，真是恶妈养出来的渣儿子，我都要吐了。不少网友打电话去许强的公司，要求公司把他开除，许强也因此丢了工作。一段时间后，就在我起诉离婚的证据准备的差不多时的一个周五晚上，突然接到许强打来的一通电话，他居然同意和我离婚，并且很着急的要我在下周一工作日就赶紧去民政大厅领证。理智告诉我这其中一定有问题，之前我多次要求离婚，对方都不同意，怎么现在突然反悔了？许强在上次被曝光在网络上之后，工作就丢掉了，这段时间都处于失业状态。以他这么会算计的人，这时候不可能会同意离婚。但我自从和许强分居之后，就很少打听他们那边的事情，主动去问他，肯定也问不出来什么。于是我想到了他的出轨对象，以前家里楼下卖面条的女人，他一定知道什么。而且我记得那个老板娘是个大喇叭，家里有什么事情都忍不住跟人吹嘘。家里儿子几岁不吃奶，几岁自己擦屁股，周围人都一清二楚，从他里一定能打探点消息。第二天，我找了自己新交的闺蜜林淑雨，许强也不认识我这个新交的闺蜜，让他们到面试店里打听打听，比较稳妥。去之前，我又把要打听的目标跟闺蜜交代了一遍。你放心，你前夫那个渣男跟这个老板娘的事，我都听你讲多少回了。放心，我纯艺人，聊天什么的我最擅长了，保证给你打听的明明白白的呀。我在家里焦急地等待着我闺蜜给我打听的消息。果不其然，那老板娘没聊多久，就大嘴巴说出了许强老家房子就要拆迁，拆迁补偿款好几百万，还补贴2套房子的消息。我闺蜜有声有色地给我模仿那女人的姿态。哎呀，你说我是不是命好？二婚带2孩子，还能找到拆2代，没办法呀，哈哈哈！大妹子，你别担心，回头我让我老公给你也介绍几个拆2代，他们那好几个光棍拆迁分的更多，都没娶媳妇呢。哎呦，我上网查看了许强老家要拆迁的房子，那是刚结婚时许强在乡下老家打地基建的2层自建房婚房。现在按照面积拆迁补偿，应该能分到不少钱，怪不得许强这么着急离婚。以前我着急离婚，现在该让你着急了。周一早上8点，许强又给我打来电话，你在哪呢？不是说好今天民政局上班，咱们就去领离婚证吗？你到了没有？我笑道，我今天过不去了。对面看我这样也急了，你不是一直想跟我离婚吗？怎么又过来了？你赶快过来吧，我都在民政局门口了。我听出他着急的口气，慢悠悠地说道，我今天有事去不了，这个月我都要去国外出差，有什么事等我回来再说吧。说完我就挂断了电话。我在网上公示信息看到了拆迁时间和征收合同签订时间，等征收款到账，我们婚内财产之后，我再起诉离婚，让这个出轨渣男后悔去吧。我抬头望了望湛蓝无比的天空，心情无比舒畅。下午，我在公司里正和同事聊天，就听见外面吵吵嚷嚷的声音，好像在骂谁。
我仔细一听，居然骂的是我的名字。再一听，这熟悉的大嗓门，不是我前婆婆吗？中午时间，保安可能都在休息，才让这个泼妇闯了进来。她跑过来，指指点点地对着我喊道：“你这个小贱人，不是说好的跟我儿子离婚吗？怎么又赖着不离了？”我笑道：“怎么了？你儿子是着急给楼下面馆老板娘当后爸了吗？这么着急给人家养孩子啊？可惜亲生的孩子被他奶奶活活气死了。”对面听见这话，长手做事要打我。我一抬手握住他的手腕，将这个疯婆子重重往后一推，对面踉跄着摔了一个屁股墩儿，随即他直接坐在那地上，呼天抢地起来。厚脸皮的女人啊，还是什么经理？不要脸啊！赖着我儿子不离婚，还推我老太婆。我看着他那厚脸皮的模样，看我同事已经给楼下保安打过了电话，料想着保安应该快上来把他带走。但走之前，我还想玩一玩这个女人。我看着公司前台的台新买的苹果电脑，把 U 盘插了上去，又当着面给他播放了一次他儿子在家与面馆老板娘的交合视频。视频上面被我配上了几个大字：陈红棉儿子在家与奸妇偷情。陈红棉就是他的名字。对面看我到这个，一个猛子从地上坐了起来，冲到前台电脑前，准备把电脑画面按。哪知前台前面那块木地板，由于中午装修师傅来前台修理时滴上了一小片蜡油，没有擦干净。陈红棉脚下一滑，扑棱着想扒住前面的支撑物，一个用力带掉了前台摆放的价值20多万的明青花瓷器。砰一声响起，青花瓷瓶碎成了几片，在场的所有人都愣住了，包括坐在地上的陈红棉。他看着地上的碎片，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他显然没料到自己的冲动会造成如此昂贵的损失。保安此时冲了上来，看到眼前的场景也愣住了。我走过去，冷静地对保安说：“请把这个闯入公司的女人带走，她已经对我们的公司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保安点点头，迅速地控制了陈红棉。她此时已经没有力气反抗，只能被保安拖着走。在离开之前，他怨恨地看了我一眼。我知道这场斗争还远远没有结束，然而我并不担心，因为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而且我有足够的信心去面对这一切。陈红棉和他的儿子许强，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彻底激怒了我，我不会再让他们有机会伤害到我。接下来的日子，我开始忙碌于工作，同时也密切关注着许强老家的拆迁进展。我知道，一旦拆迁款到账，就是我采取行动的时候。在我等待的这段时间里，我也找律师咨询了离婚和财产分割的问题。律师告诉我，由于许强在婚内出轨，且有证据在手，我在财产分割上会占有很大的优势。终于，在1个月后，我得知许强老家的拆迁款已经到账。我立刻联系了律师，开始准备起诉离婚的材料。法庭上，我提交了所有对许强不利的证据，包括他出轨的视频，他对我的虐待记录，以及他对我猫咪的残忍行为。法官看了这些证据后，对许强做出了不利的判决。最终，我不仅成功地与许强离婚，还获得了大部分的财产。许强和陈红棉只得到了一小部分拆迁款，而这部分款项也仅仅够他们维持生活。离婚后，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自由。我开始了新的生活，买了新的房子，换了新的工作，甚至还养了一只新的猫咪。而许强和陈红棉则过着拮据的生活，
他们因为拆迁款而争吵不断，最终关系破裂。许强因为出轨和虐待行为被周围的人所唾弃，他的生活变得一团糟。我听说他后来又找了几个女人，但都没有长久。他的名声已经臭了，没有人愿意跟他在一起。而陈红棉则因为失去了我的照顾而变得愈发憔悴和落魄。我看着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心中并没有太多的波澜。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如果他们当初能够对我好一些，能够尊重我和我的猫咪，那么他们现在也许不会落得如此下场。然而，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可吃，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我庆幸自己及时地从那段糟糕的婚姻中解脱出来，开始了新的生活。现在的我过得很好，有自己喜欢的工作和可爱的猫咪陪伴着我，每一天都充满了快乐和幸福。那段黑暗的日子已经成为了过去式，未来可期。在我离婚后的第2年，我遇到了我现在的丈夫李浩，他是一个善良、温柔且有责任心的男人，他对我非常好，也对我的猫咪照顾有加。我们相识于一次宠物聚会上，当时他带着他的狗狗来参加活动，我们一见钟情，很快就陷入了爱河。在相处的过程中，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注重家庭和亲情的人，他总是把家人放在第一位，并愿意为家人付出一切。在与他相处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和安全感。我们在一起后不久就结婚了，并且很快就迎来了我们的第1个孩子，一个可爱的女儿。李浩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父亲，他总是在忙碌的工作之余抽出时间来陪伴女儿成长。我们一家3口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每一天都充满了欢声笑语和温馨的氛围。现在回想起来，我非常感谢那段糟糕的婚姻经历，让我更加珍惜现在所拥有的幸福生活，也让我更加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虽然那段经历给我带来了很多痛苦和伤害，但它也让我成长和坚强起来。现在我已经完全走出了那段阴影，并且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幸福家庭。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也祝愿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幸福归宿。同时，我也希望那些正在经历婚姻困境或者面临离婚的人们能够勇敢地面对现实，并且积极地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幸福和权利，相信未来一定会更好。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